大家好，我是小林啊。然后今天呢，主要是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关于健身你要不要去禁欲这个话题啊。这个是很多小伙伴都会问我的问题啊，一直都在问，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回答啊。所以我今天干脆出个视频，我稍微讲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啊。当然了，这一切都是我的看法啊，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就哪怕说我说的跟你们的想法不一样，也不要去在评论区里面吵起来啊，大家可以理性的去讨论啊，求生欲拉满啊。然后首先呢，第一点啊，就是我个人认为啊，如果说你是一个次数太频繁释放的人啊，那你就一定要禁欲，就一定要去控制自己。你这个已经是有一点过度了，就是没办法去控制自己的一个情况了，甚至有点上瘾了啊。这种情况的话，你就是在纵欲啊。那纵欲的话，你对你的健身就会有间接的影响。比如说你每天去释放一下，然后去健身，你就会发现哎呀浑身无力啊。那这不是正常的行为吗？因为你看你释放了之后，你要释放大量的热量啊，然后你健身你本身也是消耗热量的一个过程啊。那你这两个事情给它放在一起，它就是会有影响啊，对不对？那第二点呢，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二三十岁的人啊，当然会谈一些对象，对吧？谈对象的话，你谈的对象，然后你那个，比如说你对象有这种需求啊，然后你跟他说我戒色，这合理吗？这完全不合理，对不对？所以说，如果说你是谈对象的人，你就不要去思考说要不要去戒色的，因为我觉得谈的对象，你的次数、你的度，一般来说就会控制在一个很合理的范围内啊，除非你真的是那种欲望无限大的啊，那这种是另外讲。然后第三点就是说，我平时我也不谈对象，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会释放一下，那这样子会不会影响我健身？我个人认为是不太会的啊，除非就是说你每天的次数非常频繁。那这跟第一点说的一样，就是说过度的人他也会影响，但是你如果说你没有过度，你只是说一个月可能来个释放个7、8次啊，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不会说去影响到你的训练或者说不会去让你的肌肉掉怎么样啊，我觉得这个完全是OK 的，就相当于怎么说呢？比如说有的人他喜欢跑步然后他一个月只跑4次对吧？那他自然而然就不会怎么影响到他的肌肉，因为他这个消耗不会特别大但是如果说一个人喜欢跑步他一个月要跑30次，那你这肯定长不了肌肉因为你根据那个我们的生理学来说的话，你的身体要保护你的话，它就要舍弃肌肉肌肉变大本身就是一种病，叫肌肥大综合症，对吧？那你又想要肌肉变大，然后你又想要跑，那这简直就是耍流氓对吧？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你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过度了，你一定会间接的影响到另外一个事情，因为任何事情我觉得都是有一定的联系的虽然说它不一定说联系的特别紧密但是间接联系还是有的所以希望小伙伴们不用刻意的去禁欲但是一定要去克制自己的欲望，不要说让自己的欲望释放的过多或者说过度这样子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了，拜拜。